碧空轻纱尽，孤木望雪红。残窗压栖客，屋宇莫影重。弦中有正声，曲意扰心鸣。风云天地变，皆在此中行。解析完毕，光速下班886。好了，皮这一下很开心，但 PV 内容真就被开头的诗概括完了。事实证明，塔塔的文案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。不过 PV 里的这些诗并不是这个意思。碧空轻纱尽是对环境的描写，天空中的雾气散去了。对州因为不知名原因导致大雪覆盖，凛冬成了极代名词，也是因此天空中经常弥漫着雾气。但如果契合剧情设定解读，这里写的是新一任白虎凌寒继位，对州开始恢复过来。孤木望雪红，确切的说应该是孤梅，在画面中出现了未开放的梅花，这里喻指的就是凌寒。凌寒名字取自宋代王安石的梅，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足雪，未有暗香来。一首诗足以概括新人白虎大人。诗的后半句望雪红，雪红是雪泥红枣的缩略，出处为苏轼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，说大雁在雪融化后的泥地留下爪印，用来比喻往事留下的痕迹。这句诗表意是指梅花与爪印的痕迹，但也喻指凌寒陷入过往的回忆之中。残窗压栖客一样有着表里两种解读。在凌寒的回忆中，天上有着两只飞行生物，为了防止搞错，我特意去查了一下乌鸦与大雁的对比，发现居然真的是乌鸦，只能说不愧是意境美，就是乌鸦有些煞风景。从画面能看到乌鸦来此并不是没有目的的，窗台边上有着投放的食物，但乌鸦也并不简单。我们常见的乌鸦眼睛应该是这样，而这只乌鸦眼睛却泛着红光。这只乌鸦不是凌寒豢养的，而是跟随南鹰而来的。这句同时也在指南鹰即将到来，鸦指的便是已经叛变的南鹰，残窗则是满目疮痍的对州。乌宇莫影重，表意是在指乌鸦的羽毛漆黑如墨，黑影重重，同时也在说在神兽金乌堕落而来的玄鸦带领下，惠明大军即将袭来。弦中有正声，曲意扰心鸣。在御位报告之前，凌寒一直在对州府中弹琴，琴曲中是他对故人的追忆，同时也让他的心无法平静。李益则是指在对南鹰的回忆当中，他曾在对州冷泉亭为南鹰弹琴送行，琴曲之中是不舍，也是对重逢的期盼。这些心意都被南鹰听了去，但最终他还是没有留下。风云天地变，皆在此中行，这一句就很好理解了。天地突变，惠明来袭，对州处境岌岌可危，存亡皆在此一战。同时这里也指的是南鹰多年后重现两任白虎之间的纠葛，凌寒与南鹰之间的结果都要看此次的行动。一首诗两种解读，是不是很精彩呢？虽说有过度解读的嫌疑，但却意外的贴合表现的内容。接下来我们进行更细致的解读。画面一开始牌匾上写的是对州府，可以看到空中有一只乌鸦飞了进去，近处还有着未盛开的梅花。回顾一下版本 PV， 过去对州也是落英缤纷。世人不曾忘记过去旖旎的对州，落英缤纷，鸟语花香。现如今却只剩枯枝。此时剑阵有了反应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，但这里的剑阵确实能侦测到渊流开启的位置，而且我们知道这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初到郑州就被 NPC 提示过了，探测渊流是龙剑阁的职能。没错，我们看到的剑阵正是凌寒阁主统领的龙剑阁。龙字有很多种解释，小峰认为乐器的解释最为合适，龙是壮族敲击体鸣乐器，龙剑也可以解释为剑鸣。从视频也能看出，剑阵正是通过飞剑之间的鸣动来探测位置的。负责人让手下准备战斗，自己则是去报告给凌寒。此时乌鸦也恰好到了窗边，预指南鹰即将到来。注意这里的乌鸦眼睛颜色是血红色的，显然虽然食物是投放的，但显然不是来喂它的。随着天空一声炸响，剑阵也齐齐落下，剑落下的位置就是渊流的出现地点。与此同时，负责人已经将消息报告给了凌寒。凌寒对这些都已经司空见惯，对州自从被大雪覆盖，渊流就从未停止过，反而好奇负责人为什么特意来找他报告。负责人则说是剑阵异常，这自然跟前任叛逃的白虎大人南鹰有关，不然谁还能令剑阵的探测出问题呢？剑阵出什么问题了呢？我们可以前后对比一下，可以发现锁住巨剑的链条没有了，就是不知道剑阵是不是也失效了。
说到这里，我很好奇 PV 里的剧情发生在什么时候，恰好我们刚知道线索，让我们先回到九域前瞻 PV， 这是南樱初登场的时候，这时候的他还戴着面具，在袭击玄玉遗迹的时候才摘下。第二次见他也是在玄玉遗迹，第三次在郑州遗迹，但是这次没有露脸，只有手部的特写。第四次就是在此处的 PV 里，可以看到南樱出场没有戴面具，可见时间线应该是有先后的顺序，先到黎州，再到郑州，然后才来到对州。如果时间线当真如此，这段剧情就发生在我们所在的时间线上。南樱与凌寒大战，不知道我们能否赶得上，但这样一来，对结果我们也能猜测了。南樱在目前阶段依旧是强力的惠民代言人，仔细捋一下他的行踪，会发现虽然黎州玄玉遗迹没出事，但他去过了。郑州的玄玉遗迹同样有他的身影，现在又来到了对州，他的路线明显是黎州、郑州、对州、坎州这样在行动，在其身上必然有着秘密，很可能就与他手上的黑色石章有关。这样看来，短时间内他还不会被俘。让我们继续回到剧情，听闻负责人的描述，他就已经知道是南樱回来了。注意凌寒说的话，你终于现身了。终于两个字也提出了另一个可能，这是南樱叛变后的首次现身，这就与我们的认知不符合了。但我们可以重新排列一下顺序，凌寒是知道南樱在为惠民做事的，这说明他出现过，这个地方便是在黎州，也就是九域的前瞻 PV 中，之后出现便是在这里的 PV 中，第三次出现则是在黎州的玄玉遗迹，凌寒与民警曾携手一起抗敌。按这个思路推导，这一战双方平手，或者凌寒胜，南樱败逃前往黎州，明明是一场战斗，却推导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，这就是剧情解读的魅力之处。在缺乏线索的情况下，任何词语、画面都可能是剧情扭转的关键，这就是信息差带来的变数。你更相信哪一种结果呢？随着负责人说出冷泉亭，对州域内冷泉亭之所在。凌寒陷入了回忆，那时候对州还不寒冷，不得不夸塔塔这次细节做得真的很好。随着凌寒拨动琴弦，花瓣也落了下去，这里正是凌寒与南樱决战的地方，冷泉亭。只是数年之前却宛如仙境，南樱赤脚依约来赴会，恰如天上聚首的两只乌鸦，这寓意简直绝子。黑化前的南樱真的好美，额头上的印记也是粉色的。当两人坐在一起后，不禁让人感叹局势大好。与绯色与蓝不同，他们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，而更像是高山流水的知音，一人弹琴，一人吹箫，活脱脱二次元里的笑傲江湖。南樱为晚到抱歉，而凌寒知道是因为探访遗迹的事。这件事也是九域发生的大事。进入对州遗迹后，白虎叛变，三州之主失踪，前任正宫之主下落不明，九域的高层全军覆没。但同时也产生了疑问，对州的遗迹究竟发现了什么，竟能引得九域高层全体出动，哪怕是九死一生的几率也要亲自去冒险。从青云所的记录，我们已经得知昊鬼曾经出事过，也就是说九域早在数年前就已经面临了生死危机。一旦域能枯竭，昊鬼失去作用，九域将彻底失去与惠民作战的实力，直至覆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值得九域高层倾巢出动的只有一种东西，那便是新能源。不管是新的域能还是其替代品，都足以让人赌上全部。小峰怀疑这很可能也与南樱手中的黑色石章有关。石章技术本就是来自古文明，在对州的遗迹里恐怕遗留了更了不得的东西。凌寒手握花瓣想阻止南樱，画面一转来到了现在，凌寒率领大军与惠民大军作战。不过我更好奇周边的环境，这里无疑就是会议中的冷泉亭，但我们只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冰原，在冰层之下有什么呢？对州的雪是自然的雪，还是被神秘力量冰封了一切呢？如果是后者，对州解冻后是不是就能恢复如初了？紧接着又来到回忆，南樱不想继续这个话题，他害怕自己动摇，所以提出要凌寒为自己最后奏一曲。注意这里凌寒的指法真的是和现实弹琴一一对应的，这得益于塔塔请了葛瑞兹老师担任了指导。出于好奇，我查了一下这位老师，任职于河北保定市古琴艺术馆，是馆里的副馆长，同时也是古琴九一派的传人。九一派是中国古琴艺术的重要流派之一，同时也被批准成为市级非遗文化遗产。
其琴风苍劲坚实，清丽脱俗，讲究迎挠节奏。迎挠细讲起来内容很多，大家只要知道这是一种弹奏古琴的手法即可。我为什么会扩展这么多？因为这种指法真的用到了 PV 里，不愧是专业人士的指法指导。这下继海洋馆联动以后，又一次文化输出了。但可惜的是，我没能找到林涵弹的什么曲子，为此我听了一晚上的古琴曲，结果只能证明是原创。在林涵弹琴期间，画面又回到了现在，林涵与慧明大战到一起。随着林涵的曲子继续，南音也有合奏的想法，但又被他压了下去。他怕合奏完就不想离开了。此时在现实里，林涵刚料理完朱燕，就被悬崖缠上了。接下来就是动作展示了。幻塔这次采用了轻特效的做法，在以前的武器里，幻塔的特效有些过于华丽，以至于战斗的时候有些光污染。这次的特效倒是素了不少，但逼格也降低了，具体效果还得等测试服看一下。林涵同样有着远程攻击手段，还可以召唤4圣兽的白虎。目前来看，不管是明简的武器还是林涵的武器，似乎都不属于继承武器。那么4圣兽继承的究竟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只有他们可以召唤出圣兽？林涵一剑便斩了悬崖，属实战力天花板之一了。4圣兽的实力好像都不弱，蓝的实力也是文案认可的，明景也曾一刀爆头朱燕，米米更是击败了高级慧明猎缺，就是不知道现在的南音是什么实力。一曲结束后，南音即将离开，天上的乌鸦也只剩下一只，要不还是换成大雁吧，总觉得怪怪的。南音最终还是离去了，还立下了 flag， 一定会平安归来。目前来看确实做到了，就是意识有点不正常。我保证一定平安回来，到时我们一起同奏此曲。画面回到现在，林涵身处战场中央，黑化后的南音赤脚走来，一如数年前的辞别。冷泉亭早已不复当年模样，周边景色也已物是人非。随着他的移动，倒下的御卫化为了明昌。林涵见状，战意也高涨起来。此时注意冰面是有倒影的哦，细节加分。此时的南音已经换了模样，除了妆容改变了，印记与瞳孔也变了，但是目前缺乏解读的线索。冷泉亭见证了二人的剑行，却没能见证二人的宿命对决，就这么被拆了。悬崖也重新复活，根据两边对波左边胜的法则，林涵是很占优势的。至此，两个知音相爱相杀的故事迎来了高潮。这场战斗没有赢家，只有各自的立场，真的很难怀疑南音是被控制的。到目前为止没有透露过任何这方面的线索。不过 PV 结尾，林涵是气愤，南音却是微笑，这也说明南音并没有被夺舍，不然不该出现感情波动。那南音是为何成为反派的？那就更让人玩味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